Hello， 大家好，我是毛巾。在影片开始之前，有一句可能会恼怒大家的话。虽然我一直在大公司上班但我出社会以来当了5年的研发工程师，一次打卡都没有。这个时候大家会不会好奇，这些 Google 人们都是怎么样在这么自由弹性的上班时间下，增加自己的效率，完成每一件工作的事情呢？今天这一集就是我统整了我在 Google 上班的时候，观察这些鬼神 Google 人们他们的工作方式，应该说我们都是用哪些工作方式来增加效率呢？我统整了4大重点，今天就跟我一起学习吧。再加上在 Google 上班工作超弹性的，基本上只要你把事情处理好，老板联络到你，你想要几点上班，在哪里上班，基本上都没差。像我在疫情之前就蛮常中午才去公司，甚至一整天都是在家上班。第一个是多工的工作能力，有些工作可能不一定需要耗费到大脑所有的 CPU， 或是工作有等待的时间，这个时候请把这些剩余的产能发挥出来。以我在当研发工程师为例子，我在研究实验的时候，机器设定好之后会有自动 run 的时间，这个时候会有一段时间我们需要等报告出来，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拿来写报告或者是回 email。 很多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花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时间太久太长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这件事情有很多空闲的时间是你可以拿来利用的，不拿来利用就太可惜了。你在干嘛？不要问。所以建议你好好的观察自己的工作方式，经过训练之后，一定可以为自己争取到很多零碎的时间。我认识的精英 Google 人们都有擅长多工的特质，虽然我们还在往精英的路上，但至少可以学习精英的做事方式吧。第二，善用工具。很多时候你已经非常投入在工作上面了，但效率还是遇到瓶颈，这个时候就找找看有没有适合的工具来帮你提升效率吧。这边的工具指的是一些软体，能够帮你管理记录手边的工作，像 Google Calendar、Google Drive 这些 Google 系列，或 Trello、Slack 这些工具用起来就很像多一个人在帮你工作的感觉。请好好利用这些高科技时代的优势吧。那我这边就不深入说明每个工具的详细使用方式，只简单提我推荐的使用工具和使用情境。第一个大家一定要学会使用的工具是 Google Calendar。Google Calendar 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强大，它除了可以帮你安排行程的时间之外，它还可以发会议邀请给你的同事或是朋友。像在现在疫情的期间，线上会议就非常重要。收到邀请的大家，只要在该时间点击进去，就可以进 Google Meet 开会了，真的是非常方便。Google Calendar 还有一堆很神的使用技巧，像是变 tag 的颜色或是帮每个工作都分类。把这些技巧用熟练了之后，可以为你的工作带来很大幅度的提升。再来是 Google Drive。Google Drive 除了是一个储存档案的空间之外，它还可以在上面建立 Google Doc、Google Sheet、Google Slide 等等。我很建议大家去善用这些可以线上共同编辑的工具。你能想象一个团队要生一个报告的时候，这个 part 是由我写，另外一个 part 是由另外一个同事写。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可以同时编辑一份报告的话，那团队的报告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就生产出来。再加上 Google 的软体，它们之间都能够互联，使用起来非常的流畅，减少这些切换工作软体的时间，也是提升效率很有效的方式。第三是记录所有的工作，这个有点像是在写工作日记的感觉，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但其实这也是最关键的。我们常常会赶快把一件事情做完，然后去做下一件事情，这个乍看之下没有什么问题，但长期下来回顾的时候会发现，好像每天都很忙，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却没有明显的重要事迹或是里程碑。这个时候每天做工作记录的好处就来啦，它可以帮你在重要的时刻顺理出你这段时间做了哪些重要的事情。详细的做法是这样子的，你得先把你工作的中长期目标列下来，做成一个专案表格，然后在每天下班前把今天完成的事情做一个重点式的整理，然后填到这个专案表格上面。今天做的事情解决了这个中长期专案的哪些事情呢？又完成哪些里程碑呢？这样就可以一目了然你在这个专案的哪个位置。我们 Google 人每半年都要做一次绩效考核，更详细的部分我未来再用影片跟大家分享吧。总之就是要自己从0开始写出这半年完成哪些事情，在各领域的成效绩效怎么样，就是自己的绩效自己写的意思，然后再让同专案的同事或是老板们评分。这个时候如果你平时就有每天做工作日志记录的习惯的话，你就可以很快速的了解这半年来为公司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力，否则写这个绩效看起来会很薄弱。那 Google 会重视这个，也是为了要让员工了解自己为公司带来多大的影响力，定期的评估回顾自己的工作记录，能修正工作的目标方向，还有做事的方法，能够让自己更精确的往目标前进。
这个就是做对的事远比多做事还要重要的意思啦。借由回顾和反省来修正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向，也是增加效率的关键。第四，规划中长期的工作目标。很多人只把眼光放在自己今天有哪些事情要完成，或是几点下班。但除非你的工作非常单纯，否则你应该要去规划中长期的工作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以我们团队在开发手机为例子，就是长达半年以上的专案。我这边帮你规划一个情境例子哦。假设你有一个3个月的专案，而你规划这个礼拜的某一天会有一个厂商来协助开发，也就是说这一天的效能可能是平常的好几倍。这样的话应该要投入很多的人力啊、机器人的资源进去在这一天。这样子的话也许能够在未来省下好几天的时间也不一定。像这样子用比较高的视角来审视评估每天的工作内容和时间，是一个很有效提升效率的工作方式。像这样拥有资源配置能力的人能够增进团队的效率，所以想当主管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技能点满。大家从明天开始就试着把焦点从一天的工作内容延伸到长期的工作目标吧。第五，看重长期效率的心态。标题的一天工作4小时其实是写给一般人看的啦。如果你理解工作的本质是要完成目标，那你要思考的应该不是一天工作几个小时，这只是一个非常短期的效率指标，而是这个长达数个月的工作目标，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让它朝着进度走，甚至超前，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才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关键。再回到 Google， 大家可能会觉得 Google 的福利很好，工作弹性，但这是建立在员工知道怎么样自律自己的时间，弹性之余还是能发挥效率，如期完成工作目标。缺乏自律和规划的人，反而就需要定工作时间来督促自己。所以要一天工作4小时的底层意义，并不是要减少工作的时间啦，而是经由锻炼和思考，更理解自己的工作目标，理解自己身为人这样需要睡觉吃饭的肉体之后，判断适合自己的工作时间和方法，注重长期效率，才是效率真正的意涵。好啦，到最后好像开始聊到哲学了，希望你们都有学到 Google 的工作思维。老实说 Google 也是标题党啊，我认识的 Google 千奇百怪，有很多脑袋超聪明的怪物，做什么事情都比一般人快。你明明就看不到他们什么时间在工作，但事情就是被他们做好了。但今天这一集就是我在 Google 工作的时候，观察同事们的工作状况所归纳收集出来的一些工作思维，推荐给大家。我从我的观察挑选出一些比较通用的观念，希望可以帮助到你。这集我分享了很多提升工作效率的方式，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独家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可以介绍给我们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哦。那我的频道主要做一些有关器材分享啊，或是旅游体验的故事给大家看。那就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拜拜。影片的最后面，我来分享一下我在 Google 的名片好了。大家知道 Google 的名片超多才多姿的，你应该也没看过吧？没有哎，哇，这个好像卡片哦，卡牌游戏那种。对啊，大家知道 Google 社区的时候，常会 Google 的社区图腾会根据节日会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们的名片就是这样子1、20种。哇，而且好手绘哦。对啊，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名片，我应该把重要的东西遮起来了。Vincent Lin。没错，我在声学部门大家用过的 Pixel 系列，就是我有参与研发哦。